如果你是个帅哥，新的一年行走在风和日丽的首都洛阳大街上，那你就要小心了，因为皇后很有可能看上你的美貌，先把你掳到皇宫里，享用完了之后再把你杀掉，欣赏帅哥在痛苦中死去的美感。这个就是惠帝的皇后，史上有名的丑女和狠人贾南风。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，武皇帝司马炎眼看着自己儿子是个傻子，为什么还一定要给司马衷选这么个又丑又狠的角色呢？选个贤明的不行，傻子配丑那不一无所有了。这个跟贾家的地位有关系。贾家一门到了西晋已经是顶级勋贵，地位无可撼动。贾家发迹于80年前，建安7年2022年，袁绍的儿子袁尚勾结南匈奴抵抗曹操，掳掠河东，攻无不克，只有将义是怎么也打不下来。贼军3路并进，急攻之下，将义县令孤军难守，又恐怕城破之后被匈奴人屠杀，于是呢选择了投降。袁氏委派的河东太守把将义县令抓过去，要求向新太守磕头。将义县令不仅不磕头，还义正言辞地说：“我是国家委派的干部，你就是个叛贼，哪有国家掌吏给贼人磕头的道理？”河东太守因此恼怒，想要杀了他。将义老百姓听说之后，都跑到城墙上喊话，说：“要是杀了我们的县令，我们这群人也不活了，跟你拼了！”民情汹汹，袁氏只得赦免了这个将义县令。他就是贾逵，贾南风的爷爷，贾充的父亲。这是贾逵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。在那个豪门遍地跑的时代，贾逵虽然出身贫寒，凭借自身才干受到曹操赏识，从此被曹家3代予以重用，信任有加。早年间的贾逵穷到什么程度呢？裤子都是借的别人的。后来因为德才兼备，屡有建功，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。建安11年206年，以议郎的身份兼任中繇参军。建安16年211年，曹操西征马超，把最关键的弘农郡交给贾逵，贾逵任弘农太守。没过几年，贾逵升任曹操的丞相主簿。220年曹操去世，贾逵负责护卫曹操遗体返回邺城。曹操第3子曹彰向贾逵索要魏王的玉玺，被贾逵是一通呵斥，说：“太子在邺城，国家有储君，先王喜寿不是你能够过问的。”可以说贾逵的严正避免了曹魏宗室的一场内乱。同年6月，曹丕假意伐吴，实际上是巡幸天下，为称帝造势。行进到黎阳县，部队过河的时候发生了骚乱，马上就要发展成为炸营的趋势。是贾逵立即行动，果敢而迅速地处理了几个带头人，才安定了部队纪律。文帝曹丕继位之后，任命贾逵为豫州刺史，主抓干部纪律。贾逵决心整改，他先是弹劾罢免了豫州内所有徇私放纵、不遵法令的官员，然后在豫州大刀阔斧改革，革新吏治，除强抑暴。曹丕看到改革成效之后，号召全国向贾逵学习经验。明帝曹睿继位之后，与东吴进行石亭之战中，贾逵都督满宠、胡志等一票精兵悍将，与曹休、司马懿组成3路大军伐吴。曹休中计，被包围在石亭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是贾逵不计前嫌，带着部队星夜奔袭200里，抓到东吴俘虏兵，得知曹休快完犊子了，于是多数旗帜声势浩大，不停地敲锣打鼓，假装魏国主力来救援，并且亲自带领大队人马迎战吴军，给曹休撕开了突围的口子。在这儿必须要黑一下司马懿。曹休被包围之后，由于前线情报不明朗，于是司马懿原地驻守，按兵不动，在远离一线战场300里的地方徘徊，就等着前线出事儿，自己当盖世英雄呢。同年，贾逵逝世，临终前说了那句令人动容的话：“我受国恩厚矣，没有消灭孙权，报效国家。死后去地下见到武帝、文帝，他们要问我，我该怎么跟他们说啊？”前几期我总是戏谑地说司马懿是大魏纯臣，实际上真正的纯臣是贾逵，为了曹家的江山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堪称国之干城。曹操说他如果天下2000担的官员都像贾逵一样，我还怕什么呢？曹丕称他是真刺史。曹睿路过民间给贾逵立的像，不无伤感地说：“人患民之不利，不患年之不长。贾逵可谓不朽。”淮南一叛王陵之叛，王陵被抓之后，路过贾逵的祠堂，冲着贾逵的像喊道：“贾良道，我是忠于大魏的，你在天之灵能看到吗？”三国志评价他是威恩兼著，故能肃其万里的典范。唐惠耀将其尊为魏晋8君子之一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就是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忠臣，生的儿子贾充却甘做司马家的走狗，不遗余力地为司马家篡权，是鞍前马后，
成为覆灭曹魏的得力干将。228年，贾逵去世，儿子贾充承袭了他的爵位。淮南3叛前，贾充奉司马昭之命调查淮南军区的诸葛诞，问问诸葛诞对司马代曹的意见。诸葛诞听了之后怒斥道：“你这种人不配做贾逵的儿子！”由此拉开了淮南3叛的序幕。贾充一生最出名的事迹就是弑杀皇帝曹髦了。这件事的具体经过因为太过于抓马而天下皆知，在此就不做赘述了。弑君一事对贾充来说是他人格上最大的污点，但同时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。从此之后平步青云。在此之前，贾充已经在朝堂深耕细作多年了。父亲死后，贾充开始上班，历任尚书郎、度支考课、黄门侍郎、集郡典农中郎将等，负责法律、法令、全国财务统计和考核、农业生产、民政事务等等。司马师去世时，司马昭离开首都去接管军队，首都的政局和百官由贾充监持。司马昭平定淮南3叛之后，淮南地区千头万绪的后续事宜交给贾充全权负责。甘露元年260年，贾充命令承继，同死高贵相公。264年灭蜀之战之后，钟会谋反，贾充任中护军，贾节都督关中、陇右诸军事，到汉中驻守。265年，司马昭病重，临终前教导司马炎说：“一定要团结贾充。”半年后，西晋开国，贾充负责国家法律的制定，拜贾充为车骑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，封鲁郡公。后贾充又加领尚书令。至此，贾充在晋廷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达到了人生顶峰。一人居3公，3人封侯，3品以上者7人，可谓绝对的豪门了。贾氏一门富贵熏天。太史7年，贾充在朝廷中的政敌任恺、宇纯等，利用突发枢机能侵扰秦州和雍州的机会，推荐贾充坐镇关中，实际上就是想要将其赶出朝廷。在这插播一句，西晋立国刚刚不久，边疆就出现胡人动乱的现象，譬如270年突发枢机能秦梁之变。秦梁之变可是为五胡16国的滥觞。281年鲜卑慕容部袭扰辽西。294年匈奴好散起兵等。不是咱们的视频不谈边境战事，而是中央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捋清楚。上层建筑的失败与否，直接决定地方和百姓的安定与否。所以咱们按照先中央后地方的顺序来讨论。胡人叛乱的问题，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里边谈清楚。话说回来，贾充极不愿意离开中央，老天也帮了贾充的忙，恰巧飞雪漫天。武帝又仁慈，对贾充说：“等天晴了再上路吧。”贾充抓住这个救命的几天，上蹿下跳，搞起了大串联。政治盟友荀彧站了出来，他认为贾公远放，吾等失势，现在皇帝正好想要给太子选太子妃，可以把贾家的女儿推上去。贾氏出了太子妃，将来就是皇后，不仅贾家的地位能保住，我等也能富贵永固了。于是荀彧极力向晋武帝推荐贾充的女儿贾南风。晋武帝最初为太子挑选的并不是贾南风，是魏冠的女儿，就是上期那个抱着武帝大腿痛哭死作可惜的魏冠。魏冠出身名门，才能非凡。当初灭蜀之后，蜀地叛乱，是魏冠将邓艾、钟会、姜维这3个当世人杰给一网打尽。游说团开始出动了，最有分量的就是司马炎的皇后杨艳，她是太子司马衷的生母，儿是娘的心头肉。杨艳极力撮合贾南风和太子成婚。司马炎听了之后直摇头，说魏冠的闺女肤白貌美，贾充的女儿长得跟地瓜似的，不行。然而杨皇后无比坚持，一方面是因为贾充的老婆郭槐重金贿赂杨艳，更重要的是杨艳为了保住傻儿子的太子地位，必须依靠外臣之力，如果得到贾充的援手，自然是强强联手。此外呢，还有荀彧、荀彧等天天进言，说贾充的女儿德才兼备，端庄秀丽，可聘为太子妃。久居中央的这些人呐，都是大笔杆子，辞藻华美，母猪也能给说成是貂蝉。最终太史8年272年，西晋王朝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，13岁的皇太子司马衷迎娶了15岁的贾南风为妻。好了，第一个定时炸弹贾南风在272年安好了。上期我们铺垫了司马衷和司马攸在朝中的表现，众大臣对于这个实属不会的太子来继承西晋江山感到无比的担忧。本来按照司马炎的思路正常发展，给司马衷打好基础，顺利接班，然后再过渡到好胜孙司马昱手中，权力交接也就平稳落地了。
但是乾宁2年276年，由于武帝一场意外的病危，当时的一部分朝臣开始蠢蠢欲动，密谋要拥立齐王司马攸。